同志們，10年前呀，提到全球頂尖大学，你腦子里第一反应是不是什麼哈佛、耶魯、斯坦福？提到科技巨頭，是不是什麼蘋果、谷歌、微軟？提到軍事力量，是不是美國航母 F-22？但今天情況變了，小紅書上赛博对仗讓老外看懂中國民生硬核，93閱兵的鋼鐵洪流彰顯中國的軍事崛起。DeepSeek 等 AI 大模型讓中國在科技賽道彎道超車。現在，連最講究积澱的教育領域也傳來了石破天驚的消息：中國大學全球排名集體飆升，美國名校卻集體下滑。哈佛校長甚至急得警告：再砍科研經費啊，我們真要玩完了。今天這條視頻啊，咱不玩虛的，就用最硬核的數据啊，最鮮活的案例拆解東升西降，不是一句口號，而是滲透在民生、軍事、科技、教育每一個領域的現實。更要聊聊為什麼中国大學能逆袭，美國高校的困境根源何在？這裡邊藏着的大國博弈邏輯啊，比電視劇還精彩。而且看完以後，你只會慶幸身在中国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老友記，我是大钊。先給大家梳理一組名場面。2025年，美國政府對哈佛下狠手，不僅凍結22億美元撥款，還追加取消4.5億美元資助，逼得哈佛校長直接自願減薪25%，相當於每年少拿25萬美金。這波操作被網友調侃，昔日全球頂流名校，如今只能靠校長賣慘來湊經費。而另一邊呢，中國浙江大學在全球科研排名中直接幹到了第一，清華北大衝進全球前15，前10高校裡中國占了7席。這讓我想起周易一句話：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咱們老祖宗早就看透了歷史規律，任何事物發展到極致，不改革就會衰退，唯有順勢而變，才能長久不衰。美國高校如今的困境恰恰是守舊不變的惡果，而中國大學的崛起正是踐行了變則通的智慧，既有傳承又有革新，這才實現了彎道超車。可能有朋友會說排名都是虛的，有啥好吹的？別急咱們先澄清一個誤區。今天聊的排名不是看名氣、看捐款，而是看實打實的科研成果、論文發表數量、質量、引用率，這些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核心競爭力的硬指標。就像考試分數，你再不服，分數就擺在那兒。而且更關鍵的是，這種排名變化背後是全球人才流動、科技實力、國家戰略的全面洗牌。今天你看不起的中國高校，明天可能是你擠破頭都進不去的地方。給大家講個真實的笑話，有個美國留學生10年前留學哈佛，逢人就吹我母校全球第一，甩中國大学幾條街。而他今年放假回國跟国內同學聚餐，他同學說我考上浙大，全球科研排名比你母校還高。這美國留学生當場沉默，半天憋不出一句，你們這進步速度能不能給我們留點面子？雖然是個笑話，但真實反映了現在的現狀。中國大學的崛起已經快到讓西方來不及反應。要想看懂中國大學的逆襲先得搞明白美國高校到底咋了。曾經的高等教育天花板為什麼現在集體掉鏈子？第一個痛點，經費短缺，科研根基動搖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美國頂尖高校高度依賴聯邦政府撥款，哈佛每年的科研經費裡聯邦資金占比超過40%，但自從特朗普政府上台後開始瘋狂砍高校經費，理由是消除浪費，避免政治化。對此大钊曾經出了一期專門講美國高校反向向全球輸出人才，有興趣的家人可以去補節課去。說回來，結果呢？2025年哈佛被凍結22億美金撥款，後續被取消4.5億美元，逼得哈佛不得不拿出2.5億美元自有資金救急，校長還得減薪度日。更慘的是不止哈佛、麻省理工、斯坦福、加州大学等名校都面臨经费削減的問題。這裡給大家科普一個知識點，科研就像種地，經費就是種子跟肥料，沒有足夠的投入，再肥沃的土地也長不出好莊稼。美國高校的科研人員現在面臨的困境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本來計劃好的實驗因為經費不夠被迫中斷，想招優秀的年輕學者因為薪資太低沒人來，甚至有實驗室因為買不起設備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研究項目流產。哈佛大学校長多次警告，联邦经費削減正在威脅我們的科研能力。
這句話不是危言聳聽，而是實實在在的困境。第二個痛點，人才流失，競爭力持續下滑，经費削減還不算完，美國的移民政策跟旅行禁令，把全球頂尖人才拒之門外。2025年8月，赴美留學生人數同比下降19%。要知道國際學生不僅是高校的重要收入来源，更是科研团队的核心力量。很多頂尖的科研项目都是由国際學者牽頭或參與的。現在呢，全球人才發現，去美國留學不僅可能拿不到獎學金，還可能面臨被歧視跟限制。那還不如去中國呢。中國不僅推出了針对頂尖理工畢業生的專項簽證，還提供豐厚的科研啟動資金跟生活待遇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国際人才來華。第三個痛點，固步自封，跟不上全球競爭的節奏。美國高校的衰落其實早有苗頭，不是特朗普政府的1-2年造成的，而是長期固步自封的結果。21世紀初全球大學科研排名前10中，美國占了7席，哈佛高居榜首。當時中國只有浙江大學能擠進前25名。那時候美國高校覺得老子天下第一，不屑於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，甚至對中國大学的發展嗤之以鼻。但他們忘了孔子曰過：“3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”任何時候骄傲自滿都是衰落的開始。聊完美國的痛點，咱再回頭看中國大學曾經面臨的難題，其實比美國更难。20年前，中国高校不僅排名落後，還面臨科研設備落後、人才匮乏、学術話語權弱等問題。那時候很多人覺得中國大學永遠趕不上美國，甚至有不少學者寧願放棄國內的職位，也要去美國高校做研究。可以說中國大學的逆襲之路走得比誰都艱難。這裡給大家講個中國歷史上典故。戰國時期，秦國曾經是西部的弱國，被中原各國都看不起，甚至被排除在諸侯會盟之外。但秦孝公重用商鞅，推行變法，獎勵耕戰，重視人才。短短幾十年間，秦國就從弱國變成了強國，最終一统6國。這個典故告訴我們，任何國家、任何機構，只要敢於改革，重視人才，持續投入，就沒有趕不上的對手。中國大學的崛起只是延續了這種厚積薄發、順勢而變的智慧。正如《易傳》所說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”既要自強不息，持續奮鬥，又要厚德載物，包容開放。這就是中國大學逆襲的底層邏輯。那麼中國大學是怎麼逆襲的？總結下來就3個關鍵詞：投入、人才、創新。第一個關鍵，持續巨額投入，牢住科研根基。中國政府深刻明白，高等教育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，所以这些年持續加大对高校的資金支持。多倫多教育諮詢公司的專家亞歷克斯·烏什爾直言，在高等教育方面，中國擁有20年前所缺乏的雄厚資金。這種投入不是盲目撒錢，而是精準發力，重點支持科研基礎設施建設、重大科研項目攻關、年輕人才培養。比如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之所以能實現2氧化碳合成澱粉的重大突破，背後離不開高校跟科研機構的持續投入。這項技術未來可能讓人類用空氣造食物，徹底解決糧食短缺問題。這也就是科研投入的價值。第二個關鍵，重視人才培養，打造頂尖團隊。中國高校不僅吸引國際人才，更注重本土人才的培養。這些年雙一流建設讓一批高校快速崛起。浙江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的名校，通過完善的人才培養體系，培養出了一大批頂尖的科研人才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的科研環境越來越開放，鼓勵年輕學者大膽創新，敢於突破。不像美國高校現在面臨政治化的干擾，很多研究方向被限制。萊頓大學科技研究中心的馬克·奈傑塞爾就指出，中國的研究人員越來越重視在受眾更廣、利用率更高的英文期刊上發表成果。這說明中國科研的質量跟影響力正在持續上升。第三個關鍵，堅持改革創新，緊跟時代趨勢。中國大學沒有走美國高校的老路，而是堅持變則通的理念，不斷推行教育改革，比如打破科學壁壘，鼓勵跨科學研究。現在很多重大科研突破都是跨學科合作的結果，加強產學研結合，讓科研成果快速轉化為實際生產力，避免紙上談兵。同時，密切關注全球科技發展趨勢，在量子技術、空間科學、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提前布局，搶佔科技制高點。這些舉措的效果體現在實實在在的排名跟數據上。在荷蘭萊頓大學的排名中，浙江大學穩居全球第一，另有7所中國高校進入前10。
而哈佛只能排到第3，而且是前10中唯一的美国高校。在自然指数大学排名中哈佛虽然还是第1，但紧随其後的10所高校全部来自中国。泰晤士高等教育2026年排名中，清華排第12，北大排第13，10年時間2校排名分別提升了35位跟29位。而美國杜克大學從20位跌到了28位，埃默里大學从85位跌到了102位，聖母大學更是從108跌到了194位，幾乎跌出了前200名。萊頓大學的排名數據來自科瑞維安的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，收錄了數千種高度專業化的學術期刊，能在這個數據庫裡持續提升排名，靠的是真正有價值的科研成果，而不是單純的互相引用。而且中國在化学、環境科學等領域表現已經處於全球領先水平，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。聊到這兒，大家應該明白，中國大學的逆襲不是偶然，而是國家戰略持續投入、人才培養、改革創新共同作用的結果。而美國高校的衰落也不是偶然，而是经費短缺、人才流失、固步自封、政治干擾的必然結果。這裡面藏着2個重要的規律，不僅適用於高等教育，也適用於任何國家跟機構的發展。第一個規律重視基礎投入，方能行穩致遠。管子全修裡說：1年之計莫如樹谷，10年之計莫如樹木，終身之計莫如樹人。教育跟科研就是樹人的事業，需要長期投入，耐心培育，不能急功近利。中國政府正是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20年來持續加大對高校的投入，不追求短期回報，而是着眼於國家長遠發展。而美國政府現在做法是典型的擇则而渔，为了短期的政治目的砍科研經費，逼走人才，最終損害的是國家的長期競爭力。第2個規律開放包容才能持續進步。中國大學的崛起離不開開放，不僅向國際人才開放，也向先進經驗開放，同時堅持自主創新，形成了引未來加走出去的良性循環。而美國現在做法是封閉跟排外，履行禁令，反移民打壓，把全球人才拒之門外，讓高校變成了孤島。正如麻省理工學院前校長拉斐尔·賴夫所說，中國發表的論文在數量跟質量上都非常出色，正在把美國甩在身後。這句話不是危言聳聽，而是對開放與封閉2種路徑最好總結。第3個規律順勢而變，方能適應時代。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這句話不僅適用於中國歷史，也適用於全球競爭。中國大學根據全球科技發展趨勢跟國家需求，不斷調整發展戰略，推進教育改革，所以才能跟上時代步伐。而美国高校固守傳統模式，不願意適應變化，甚至被政治因素綁架，自然會逐漸落後。展望未來，中國大學的崛起之路還會繼續走下去。當然，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，中國在普通生物學、醫學、科學等領域與美國、歐洲還有差距。排名的提升也不代表教育質量的全面超越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但不可否認的是，東升西降的趨勢在教育領域已經越來越明顯。這不是一句口號，而是實實在在的現實。最後想跟大家說，中國大學的逆襲不僅僅是高校的勝利，更是國家實力的體現。從民生領域的賽博對仗到軍事領域的93閱兵，從 AI 領域的 DeepSeek 到教育領域的高校崛起，東升西降正在全方位展開。這背後中國人的自強不息，是國家的戰略遠見。我是大钊，下期再見。